骄傲的小风筝，作者王崇辉，由中国江苏省人民出版社出版。一到春天，天空里便飘着各式各样有趣的风筝，在春风轻轻的抚摸下，一个个快活地摇摆着小身体。有时春风威吓似的追赶它们，于是吓得这些神气活现的小家伙在半空中直翻跟头。一只漂亮的小蝴蝶风筝现在被孩子们带到草地上来。小蝴蝶风筝还是第一次出外，一切东西在它看来都是十分新鲜奇怪，但是这也没有使它快活。它正在闷闷不乐地想着心事呢。系在它腰上的白棉线是它出世以来唯一亲密的朋友了。小风筝担心地问：棉线姐姐，你说在空中飞行不可怕吗？不，一点也不可怕，有趣得很呢。但是我的翅膀是假的呀，怎么能飞起来呢？没关系，要是你勇敢沉着，就能像真的翅膀那样飞。天空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，在那儿可以看见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东西。还有，小风筝不是很孤独吗？但是在天空里却有很多可爱的朋友作伴，他们都勇敢、勤劳、有学问，应该认识他们，向他们学习。总之，天空，那才是你真正生活的地方。棉线姐姐的话使小风筝听出了神呀，生活原来这么可爱，我一定要努力飞上天空去。第一次的飞行失败了，因为小风筝没有经验，加上一时心慌，刚离开地面几步，就跌跌撞撞直冲到一棵大树根旁边，碰得浑身又疼又酸。要不是棉线姐姐的鼓励，她也许永远不想上什么天空了。这就是困难呀，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困难，如果你怕它，当然什么也得不到，只好像猪那样在地上过一辈子。但是如果你能战胜它，就能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呢。小风筝重新开始了第二次飞行，春风在身旁呼呼地吹着，又暖和又舒服。小风筝鼓起全身劲，说也奇怪，这次竟真的飞了起来。它离开草地越来越远，它掠过了一棵野桑树的头，又飞过了一个人家的屋顶。哎呀，看呀，多么好啊！小风筝看见了宽广的田野、树木，它感到说不出的惊奇和高兴。飞行的滋味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有趣。棉花姐姐没有答话，她现在只是集中全部精力，紧张地拉着小风筝，不敢放松一下。哈，我看见了一只古怪的东西，它跑得多快，吐着大堆大堆的白气。小风筝惊讶地喊叫着，一声长长的吼叫，那古怪的东西在团团白雾里轰隆轰隆向前冲，一转眼已经拖着长长的身体绕过山背后去，看不见了。那是火车，棉线姐姐说。这时她忽然用力拉了小风筝一把，叫道：当心，别老忘呆，撞到树上去可不是玩的。小风筝吓了一跳，可不是，它的两根美丽的飘带差点缠到讨厌的树枝上去。它连忙沉住气，稳住了打晃的身子，才又慢慢升向空中。如果不是你提醒我，我现在只好掉在树上面了。想到刚才险些遇到的灾难，小风筝还不能马上平静下来。
但当他看到广阔无边的天空时，松了口气，放心地说：不过这下好了，我们的前面再没有什么危险的障碍了。不，还是小心的好，也许有什么我们看不见、想不到的危险在等待着我们呢。生活里面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，表面看去风平浪静，可是忽然凶猛的暴风雨也就在这时候来到。我们辛勤的劳动，我们才华鸟你一刻不闲，我们亲密的体贴，我们的生活比你还甜。听，是谁唱的这样好听？小风筝没有注意棉线姐姐的说话，却被一阵嗡嗡的歌声吸引住了。一小群蜜蜂匆忙飞过，一面嗡嗡地愉快地唱着。其中领头的一只蜜蜂友好地和小风筝打招呼，热情地说：你好，漂亮的蝴蝶风筝，祝贺你的飞行得到更大成功。小风筝不好意思地微微弯了弯腰，说了声谢谢，心里可是感到说不出的得意。人家称赞她是漂亮的蝴蝶风筝呢。我们辛勤的劳动，我们才华鸟你一刻不闲，我们亲密的团结，我们的生活比你还甜。迎面遇到一棵高大的白杨树，为了排除自己的寂寞，他总是热烈欢迎每一个经过他身旁的朋友，并且总希望别人从自己这里得到快乐。喂，灵巧的小风筝，白杨树热烈赞美道：你飞的姿势真是太美了，简直比天空里所有的风筝都要美呢。怎么样，就在我们前面这块小空地上玩耍吧，我们正嫌冷清呢。白杨树满怀希望地挽留着。不，我们不准备在这里耽搁，再见吧。小风筝抱歉地回答，一边喜气洋洋地摇着身体，做出微微歪斜的好看的姿态，飞过了这棵高大白杨树的树顶。说也奇怪，自从听了白杨树的称赞以后，小风筝真的开始发现自己飞得多么老练，姿态多么优雅好看了。他正在痴痴地欣赏自己，突然一只乌黑发亮的燕子张着翅膀轻快地从眼前飞过。小风筝又羡慕又嫉妒地自言自语说：多可惜啊，要是我有这样的翅膀。燕子耳朵很灵敏，它回过头来谦虚地说：不，我的翅膀并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你能够飞得这么高才是了不起的勇敢呢。说完就匆匆地飞开去了。小风筝望着它的背影发起呆来，受到这些夸赞原是平常的事，但小风筝的心里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他觉得自己不再是个普通的风筝了，而是一只非常非常出色的风筝。小风筝反复念着：是啊，说的一点也不错。我勇敢，我漂亮，我能干，我应该飞到最高的地方去，让全世界都看到我这只出色的风筝。想着想着，他高高地昂起了美丽的头。这时候，田野上的风渐渐变大了。小风筝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吃力地在喘气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原来是棉线姐姐。要不是听见她熟悉的声音，小风筝到现在还不会想起这个一直跟着自己的好朋友呢。他已经把她忘记得干干净净了。现在
小风筝正迫切需要把自己一肚子的得意告诉别人，他兴高采烈地说：棉线姐姐，刚才你都听见了吗？人家都在夸奖我呢，和我在一起，连你面子上也分到光彩了。棉线姐姐疲倦地回答：是呀，有光彩。你飞得确实老练多了，不过我希望你别老是喜欢摇摆身体，还有头翘得那么高，我真太吃力了，简直用完了全身的劲。小风筝急急打断了棉线姐姐的话，说：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我累得你用完了全身的力气？我没有听错。不，别生气，我并没有什么坏意思，我只是希望自己能够更好地支持你，帮助你，这就是我生活最大的幸福了。他们飞进了一座小山，可是小风筝无心去欣赏，他勉强压低自己气愤的声音说：喂，这样说，我原来是靠了你的支持才飞上天空的，可是人家夸奖漂亮、能干、勇敢的是我，从来没有人提到你一个字呢。你算个什么？人人都知道是我把你带到了这么高的天空中。想想看吧，要是没有我，你这根软弱无力的棉线会到天空来游玩吗？真是好笑。你变了，小风筝。棉线姐姐伤心地叹息道：那当然，这你是看得最清楚的。小风筝洋洋得意，他想，事实摆在面前，棉线姐姐还能不承认吗？我小风筝早就从什么都不懂的小傻瓜变成了有经验、有见识的人了，也早就把胆小害怕变成现在这样的勇敢、受人尊敬了。是的，正因为我看得清楚，不能不诚实地指出来。你染上了最可怕的毛病，这就是骄傲。这比碰上了树还要危险。你看不见它，可是它却钻进了你心里，像瞌睡虫一样，让你慢慢失掉了清醒。住嘴！真奇怪，大家都用最好的话夸奖我，称赞我，只有你鸡蛋里找骨头，硬要挑出个鬼毛病来。这不是嫉妒是什么？真可耻！小风筝越想越生气，觉得再不能受这种侮辱了。他愤愤地说：我不需要专门说人坏话的朋友，我们分手吧。说着就头也不回，用力向高处飞去。棉线姐姐慌忙紧紧拉着小风筝，一边劝说着：不，小风筝，我们不能分开，在空中争吵多么危险，我们和好吧。我早知道你是离不开我的，好吧？可是今后必须停止这种叫人不愉快的争吵了。他们和好了，但是这次争吵在他们之间产生的裂痕并没有消失，而且情况变得越来越坏。小风筝越来越会自作主张，完全不听棉线姐姐的话了。他们继续在小土山附近飞着，从这里可以望见小山顶上长着一排排青翠好看的矮松树，一群不晓得名字的鸟正在树枝上吱吱喳喳欢乐不停，好热闹的地方。小风筝想着兴奋起来，随即不加考虑地纵身向山顶飞，一面对棉线姐姐说：让我带你飞上这座小山，帮你多增加些见识。不行，我的力气支持不了，我疲劳得很。小风筝感到老大的扫兴，冷冷地说：你想阻挡我得到更大的荣誉是不是？哼，我说了的事一定要做到。他还是固执地往小山上飞。棉线姐姐使出自己最后的一点力气支持小风筝，终于精疲力尽，忍不住痛苦地喊起来：哎呀，小风筝，不行了，
我们会遭到毁灭的。回头吧。棉线姐姐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累得发抖了。胆小无用的朋友，你害怕了。哈哈哈哈！小风筝嘲笑地说，一点没有回头的意思。但是他感觉到棉线姐姐沉重的力量，使自己不容易继续高飞，这使他非常生气，焦躁地大喊道：“你做什么？死死地拖累我！我现在才明白，是你妨碍了我的远大前程，怪不得我不能像燕子那样飞得又高又远。我最后一次告诉你，别妨碍我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”说着，小风筝继续一股劲往上飞。小山上的雀儿正和刚才一样热烈地唱着叫着，这叫小风筝多么着急呀！本来马上就可以听到的一大堆称赞话，现在却因被棉线姐姐拖着而迟迟不能听到。小风筝，回头吧，趁现在还来得及。我怎么向你说好呢？棉线姐姐绝望的声音在春风里断断续续地说着。算了，少掉你这个无用的朋友，我绝不后悔。小风筝用力扭着自己的身体，决心永远摆脱掉棉线姐姐的拖累。它正扭着摆着，恰巧刮来了一阵大风，使小风筝达到了愿望，和棉线姐姐真的分手了。哈哈，这下我可以大显身手了，飞到小山上去，飞到最高的地方去，让全世界都看见我，都夸奖我。他还没来得及往下想，突然觉得身体失去平衡，头重脚轻起来，接连打了2个滚，身子从高空往下撞去。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慌张地想。这时，耳边好像又听见棉线姐姐绝望地呼喊：“回头吧，小风筝，回头吧，回头吧。”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，小风筝又接连翻了好几个跟头，失去了平衡。直到现在，它还倒挂在那棵大树枝头上呢，孤零零的，又破碎又难看，谁也认不出它来了。一场风雨之后，一个孩子发现了小风筝，把它修好了，系上了棉线。这下蝴蝶风筝和棉线姐姐又和好了。小风筝终于懂得了棉线姐姐的劝告，那是帮助它避开危险，它才能飞得更加长久。棉线姐姐也没有生气，她知道小风筝想要飞得更高，看到更远，便再次牵起了小风筝，飞在温暖的春风中。他们看到更多忙碌的身影。林子里有歌手，树上有找虫的小鸟，草丛中有采花的兔子。这回他俩成了一对真正的好朋友。小风筝的故事讲完了，再见。